这首歌呢是由黄自先生谱曲，龙宇生先生作词的。我知道大家对黄自先生可能了解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华裔在排练的合唱《长恨歌》也是黄自先生谱的曲。那在这里呢，我把黄自先生的整个经历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在12岁的时候，也就是1916年就入读了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留美预备学校。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当时呢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合唱队，学习钢琴和声乐。然后在1924年的时候到美国，他先去了奥柏林音乐学院，但其实当时他主修的是心理学专业。当然他在这个学院他也进行了音乐相关的选修。在获得了心理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以后，去了耶鲁大学的音乐学院学习作曲，获得了音乐学士学位。后来他回国，先后在上海的沪江大学音乐系国立音专当老师。黄自呢，他是中国早期的音乐教育影响最大的奠基人。他在他很繁忙的教学过程当中，还写出了近100篇各种题材、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涉猎很广，有管弦乐、清唱剧、室内乐、复调音乐、合唱、独唱的歌曲、艺术歌曲等等。他不仅精通作曲和音乐理论，还爱好文学、诗歌。他唐诗最爱的是李白和白居易，宋词他最喜欢的是苏轼、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近代的像韦汉章、刘雪庵、龙宇生、黄炎培这些人所做的诗歌，也被他当作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他在艺术歌曲当中，他将西方的创作技巧和作曲技法和中国民族的音乐以及审美观点是进行了一个很完美的结合，用西方的这些方式来抒发中国的情韵和情感。所以说以其传神之笔生动地表现了诗和词的意境，将西方的艺术歌曲和中国的古典神韵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个人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地位至今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只是很可惜，这位被音乐学家钱仁康先生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创作史上的一代宗师的黄自先生，英年早逝终年仅仅34岁。这是《玫瑰三渊》的作曲黄自先生。那作词的是龙宇生先生，又叫龙七先生。因为他在他的堂兄弟当中排行第7，所以他经常自称为龙七，所以在有些版本上面我们也看到作词龙七是这样。他的本名是龙木勋，他的字是余生，号忍涵，江西人。他曾经当过济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1966年的时候在上海去世的。他也很有名，他和夏承焘、唐圭章并称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他主编过很多期刊，包括像词学季刊近300年、名家词选这些，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词作家。玫瑰三院这首歌，它是创作于1932年，是黄自先生最著名的一首抒情歌曲，也算是他最脍炙人口的名作之一吧。据说是作者龙七先生他看到玫瑰花盛开时候的触景生情之作。1932年的6月份，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一个战乱的时期，社会动荡，矛盾十分的尖锐。淞沪之战结束以后呢，国立音专教师当时的龙七先生，他到校园上课，看到了校园里面遍地凋零的玫瑰花，心中感伤，触景生情，就写下了这首词，然后黄自先生随后就谱成了曲。他比较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柔弱的
不甘命运安排的女子，憧憬美好的未来，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的情感。整个的谱曲词，整个的结合，大家评论就是说，从这些赞美和感叹的音调当中，很曲折地表达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国破家亡的忧愤之情。大家的评价是，在这个独唱曲当中，黄自先生做到了使音乐的意趣、节奏、句法等等一一与歌词吻合，毫厘不爽的效果。同时他还用了和声，用了伴奏，将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好，这个呢是这首《玫瑰三愿》。那今天我们既然提到了玫瑰，我也不妨带大家来欣赏2幅以玫瑰为主题的油画。首先呢，这是梵高的油画作品《玫瑰》。梵高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了，他是荷兰的后印象派画家，是表现主义画派的先驱，而且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尤其是影响了后来的野兽派和德国表现主义的这个画派。在赴法国南部的这段期间呢，梵高他创作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就有很多是花卉类的静物。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他的向日葵系列，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那些画作。另外像鸢尾花、菊花都很有名，但是这幅玫瑰也是很有名的他的作品。大家的评论是，这幅玫瑰它的色彩很丰富，层次很分明，玫瑰花点缀在草丛当中，由近及远，而且大部分他把玫瑰花是排在了画幅居中偏右黄金分割的位置，所以整幅画的画法传统，但是又不失新意。这个时间段的梵高应该是情绪比较稳定，比较心平气和，在比较一个愉悦而且是绘画技艺日益精进的这么个阶段，所以画起画来是非常的得心应手。为什么在这句话当中要说他是情绪稳定、心平气和？我们知道梵高后来他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出现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下面这幅白玫瑰。